若中国敢动台湾，日本自卫队将出兵卫台。这句话是最近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素有女版安倍之称的高市早苗，在上任的第一天，向中国同时向全世界发出强硬喊话。高市早苗的宣言像一枚政治核弹，震撼了整个亚太，亚洲的风瞬间变冷。北京、华盛顿、台北气氛却异常凝重。他不是在宣示立场，而是在发出信号。日本准备再次出征，一场无声的战争正在亚洲上空悄然展开。那么，一个刚刚上台的新首相，为何敢冒着与邻国巨龙直接开战的风险，发出如此极端的言论？而更诡异的是，北京方面没有任何的暴怒，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旧账新账一起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立场宣示，这将成为一枚投向亚洲火药桶的燃烧的火柴。那么，到底是谁在他的背后推着日本一步步靠近战争的悬崖？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解码这句惊天言论背后那足以点燃整个亚洲的惊天阳谋。高市早苗的一席话看似政治宣示，实则暗藏三重战略密码。他首先在挑战战后体制，那部让日本70年无法重建军力的和平宪法，正是他试图打破的枷锁。其次，他在测试中国的底线。台海问题是北京最敏感的红线，而他的言辞正是一次有意识的试探。第三，他的立场与动作正呼应着美国的印太战略布局，那个旨在让日本成为亚洲北约前哨的大棋局。当台海风云再起，台北的媒体荧幕上滚动着高市早苗的表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出兵卫台，舆论瞬间沸腾，有人振奋，也有人忧惧。而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军港，雷达全数开启，外交部发言人语气冷冽，字字如刃：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中国内政，都将付出代价。一股令人窒息的冷意在区域上空凝聚，但这份冷静背后潜伏着更深的算计。高市早苗究竟是在捍卫台湾，还是为美国开启一条新的代理战线？他的强硬是民族信念的体现，还是政治生涯的投名状？当日本再次试图穿上军靴，世界都在问：这一次他究竟准备走多远？表面上，这是一场女性首相的外交强势秀，但实际上，高市早苗只是日本右翼精英与华府战略合谋下的一枚棋子。他的上台并非偶然，而是美日长期精算的结果。自安倍晋三离世后，日本陷入一种政治失重、经济停滞、人口老化、社会焦虑，而对外姿态却愈发强硬。高市的出现正是这种国家焦躁的出口。他继承了安倍的修宪梦与脱亚入美理念，进一步把对抗中国视为日本重拾自信与影响力的捷径。他的形象设定，女性、强硬、亲美、反华，是为了重新燃起右翼的民族热情。在他的语言体系中，自卫队出兵台海不是挑衅，而是一种证明。因为在他的世界观里，日本早已不再是战败国，而是印太自由阵营的前线堡垒。然而，这一切背后的真正推手是华盛顿。美国深知日本无法独立行动，军力、情报、战略体系全与美方绑定。华府需要的是一个能在第一岛链制造风浪，却又绝对听话的伙伴。乌克兰的剧本如今在亚洲被复制，让别人流血，让美元继续主宰。高市早苗的强硬不是偶然，而是美国印太恶华棋盘上的新一手。从战略角度看，美国有3大目的：以日本牵制中国东线，使解放军分身乏术，及台海紧张刺激军售，推动亚洲军工循环，并利用女性领袖的形象包装成民主与自由的守护者，削弱中国在国际舆论场的话语权。这就是为何在高市发表卫台言论的同一天，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早已准备妥当。他一句“美国随即附和”，日本摆姿态，美国给后勤，而台湾成为棋盘上最昂贵的一枚棋子。中国的反应之所以冷静，正因北京早已洞悉整盘布局。外交部没有直接点名高市，只是冷冷一句：若日本介入，旧账新账一起算。这不是威胁，而是一种战略冷感的宣示。中国已不再是上世纪70年代那个被外交语言牵制的国家。如今的中国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能源保障与军事底气，
可以以静制动，以冷制热。这种冷静本身就是主动权的象征。北京并不急于言辞交锋，而是选择观察，观察日本是否真的敢突破和平宪法，是否真愿为美国的剧本付出代价。值得注意的是，东京政坛内部对高市的激进政策并非一致，财界、外务省乃至部分自民党高层都担心他会将日本推向乌克兰化的边缘。然而，政治的现实残酷，越是内政低迷的国家，越倾向用外部对抗转移焦虑。对高市而言，反华强硬不仅是立场，更是政治生存的保险。因为在日本的权力结构中，不与中国对立的政客几乎无法登顶，他需要被美国注意，也需要被右翼群体崇拜。一场对抗北京的戏码，是他打造女版安倍形象的必经之路。但当他亲手点燃战火，这把火是否仍能掌控，没有人能确定。中国在东海与台海的军事部署已全面升级，一旦情势误判，日本的自卫队能否承受第一级的代价？亚太的棋盘正在重新摆动，日本以为自己正在重返强国，但也许他正一步步走入他人设计的陷阱。表面上，高市早苗是一位民族强硬派，实际上他只是华府剧本中的演员。他的战略勇气来自美国，他的对华强硬由华府策划，而他的政治舞台正是美国在亚洲搭建的地缘剧院。美国人从不缺剧本，缺的只是演员。乌克兰的硝烟未散，以色列的战火仍然，而今太平洋上空又将开启新章。这一次，他们选中了日本，这个曾被解除武装的国家，如今被重新允许披上铠甲，以防卫之名行代理人之实。这并非偶然，而是美国长期战略的延续。冷战时期，美国用北约围堵苏联，如今它以印太链围堵中国。不同的是，这次的战场不在欧洲平原，而在台湾海峡与南海航道之间，而日本恰恰站在这条第一岛链的核心。它的地理位置与战败历史共同构成了无法逃脱的宿命，一个被再次推向风暴中心的国家。美国清楚地知道，只要日本愿意向前迈出哪怕半步，整个亚洲的安全天平就会被重新撬动。因此，华府以自由、民主、印太安全为外衣，逐步在日本社会与政治舆论中播下在军事化的合理性。从防卫预算的调整、导弹射程的扩展，到如今高市早苗口中的出兵卫台，每一步都是有节奏的推进与层层试探，恰好踩在中日历史记忆的敏感神经上。你若以为这是纯粹的日本内政选择，就错了。这更像是美元体系的延伸。一旦区域紧张，军火商获利，美元回流，美债压力缓解，对华盛顿而言，战争的风险在金融上竟成了最有效的催化剂。高市那句"日本要守护台湾"的口号响起时，最先露出笑容的往往不是台北街头的支持者，而是远在华盛顿的智库与军工企业。制造敌人，煽动恐惧，出售安全，这是老套但有效的剧本。乌克兰是范例，以色列是延续。如今日本被安排在新版舞台上，扮演对手是中国的角色。美国深知中国不会轻易主动开战，但只要局势不稳，焦虑蔓延，亚洲就会进入一种对美元有利的紧张态势。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金融冷战。高市不过是被推上棋盘的棋手。他的强硬话语会在右翼内部换来欢呼，在美国战略圈引来掌声，但同时也把整个地区推向更深的不安。所谓自卫，在现实里更多是对华盛顿忠诚度的一次测试。历史的回声提醒人们，30年代的日本在盟友支持下踏上侵略之路，最后换来东京城灰、广岛受难的惨烈结局。如今不同的是，再也没有麦克阿瑟式的重建。只有一个更为算计的华盛顿在远处指挥，而中国的克制并非示弱，而是成熟的战略选择。不必怒吼，世界自会分辨谁在挑衅，谁在被利用。真正的对比不在军力数字，而在历史智慧。70年后的中国以冷静与布局崛起，70年后的日本以躁动与焦虑暴露软肋。自高市上任那日，亚太棋盘已被重洗，他的言辞点燃的不只是舆论，更是地缘政治的引信。东京在首相官邸召开的安全会议不停强调中国威胁，印太司令部随即表态支持日本更积极的角色。
北京以常态化环台演训、舰机穿越与导弹部署用行动回应，距离日本领空步步逼近。这些无声的警告比任何外交辞令更有威慑力。东京街头因此出现裂痕，有人高呼守护台湾就是守护日本，有人冷嘲守护的只是美国利益。在政策层面，日本的防卫被重新定义为远距打击与准前线介入，美国提供情报、卫星与后勤，把日本塑造成准前线作战指挥所，而中国则以升级演训与部署回应，传递的是你动我就反应，你逼近我就遏制的清晰信号。一旦紧张升级，首当其冲受伤的并非军队，而是市场。日元下跌，能源进口成本暴涨，供应链重组，日韩与东南亚企业转向更安全的替代路线，而美国军火商则坐收巨利。日本财团的内部分析会写得冷酷，政治冒进必将以经济为代价。外交层面，中俄等国会以联合声明再次强调反对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像一面镜子照出谁在破坏区域稳定。华盛顿的策略是观察并利用，让日本先走上风口浪尖，而在关键时刻保留抽梯子的选项。当误判来临，日本是否真敢单独出兵？美国是否会直接参战？台湾是否愿意成为下一处前线实验场？任何一个是的答案都足以将亚洲拖入漫长而寒冷的历史黑夜。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和平被政治与利益的豪赌所威胁，而这场赌注的筹码是主权，是人民的生命。现实残酷地摆在眼前，美国的战略建立在让他人流血的算计之上，日本的强硬源于对历史选择性遗忘的自我麻醉，台湾的热情来自被制造出的安全幻觉，而中国的冷静则立足于实力与时间的积累。真正的风暴从来不是由炮火拉开序幕，而是由一次误判、一句失控的政治表态悄然点燃。今天的高市早苗也许正陷入那种熟悉的历史错觉，以为挑衅能赢得尊重，以为强硬能换来安全，但历史从不怜悯误判者，每一次盲目的赌注最终都以国家的代价收场。亚洲的天空正变得越来越低，每当军机掠过海峡，那轰鸣声都像在提醒，未来的宁静正在被侵蚀。风已经起了，风暴正在暗处酝酿，只是无人能预知它将朝谁的方向吹。在这条细如刀锋的政治与军事裂缝上，任何一个动作，任何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全面对抗的引信。高市早苗的台海言论早已超出国内政治范畴，它是一根被点燃的导火线，是亚太火药桶上飞溅出的火星。日本自以为是守护和平的守夜人，却可能早已成了被推上前线的炮灰角色。北京的回应不是恐惧，而是在冷静中划定边界，稳住节奏。从东海沿岸火力配置到南海军演频率，再到岛礁驻防升级，每一次行动都是在为高市的新政预备最坏情境方案。而在幕后的华盛顿手从未松开，他让日本挑衅，让台湾焦虑，让中国警觉，然后继续兜售他的安全叙事、军工与联盟。代价呢，永远由那些被卷入、被消耗、被牺牲的国家来承担。未来几周将是决定性的临界期，高市是否真会推动修宪、扩大权限？他是否敢启动自卫队的出兵准备？美国是否会在台海有事中直接介入？中国是否会以首次实战警告回应挑衅？决定格局重塑的并非第一声枪响，而是谁在那声巨响之后敢于退一步、稳一步、思一步。亚太的天空前所未有的接近崩溃边缘，风暴看似遥远，实则近在咫尺。只需一个误判，一句威胁，一次舰队调动，便足以引发连锁反应。在这场大国博弈中，没有公平玩家，日本不是操盘者，而是被操控的棋子；台湾不是舞台主角，而是被摆布的道具；美国不是旁观者，而是导演、编剧与操盘手；而中国也早已不再是沉默的靶心，而是披甲上阵的对手。挑衅或许能意外成功，但意外从不等于胜利。眼下我们所见的是一场以台海为焦点，以亚太为棋盘的权力重塑。而真正的胜利者将是那个能在风暴中保持冷静，在最黑暗的时刻仍紧握主动权的国家。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启发，请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支持将是我最大的动力，我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好的内容。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